邻居家的富二代疯了，砸下重金把别墅打造成钢铁堡垒。他急忙跑到我家，信誓旦旦地说：苏苏，我重生了，1个月后丧尸全面爆发，你快跟我一起囤物资。看着他准备英雄救美的眼神，我表面感动地点点头。他以为我是个除了钱一无是处的娇弱大小姐，注定要依附他生存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就是这场灾难的始祖。丧尸王。门铃被按得震天响，我抱着猫打着哈欠下楼开门，门外站着一个惊慌失措的年轻男人，他咽了口唾沫。苏苏，你肯定不信，但我重生了，1个月后 Z 国会爆发丧尸病毒，全国沦陷，你得赶紧囤物资。我抬起头，认真地打量了他一眼。丧尸这是我不意外，但重生倒是挺有意思。我笑了笑，我相信你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毛不凡，21岁，A 大3，住你隔壁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他鼓起勇气，我要把房子改造成战斗堡垒，我们2家挨着，我想挖条地下通道通你家，万一丧尸攻进去，你可以从通道过来。我多看了他2眼，小伙子，雄性荷尔蒙分泌得很旺盛吗？行，你挖吧。他眼睛一亮，谢谢你的信任。丧尸是肮脏的低等生物，我们丧尸王很看不上这种东西。毛不凡说的灾难，我更倾向于是人类自己搞出来的，但跟我关系不大。不过他提醒了我要囤货，我懒洋洋地躺在红沙发上刷手机，先给我的猫下单大量猫粮猫砂，顺手买了卫生纸、洗发水、成堆的衣服和化妆品，又下单了10几台冰箱、几车牛肉、1000瓶红酒，又买了100部手机和几十台电脑，顺手又买了种子、各种药剂，找人来装了太阳能和风力发电。我看了眼隔壁，毛不凡家已经开始为钢铁围墙装电网了，场面相当壮观。我又下单了几台燃油发电机和汽油。最后我在3000平的别墅里逛了一圈，撸着猫说：毛毛，我们把一半院子做成独立生态系统好不好？这样就算外面水源污染，你也有猫草吃。毛毛在我怀里喵了一声。我把工程包给了一个专业团队，要求1500平做成全封闭独立生态，不依赖外界水源空气，钱给得多，半个月必须完工。工程队的人也开心，直夸我还是你们年轻人爽快。说到年轻人，逆水寒造梦版本震撼上线，体验诡谲冒险，发现惊奇宝藏，还有梦渡荣关战神剧情，化身花木兰、兰陵王，热血拉满，1亿年轻人爱玩的国分游戏就是逆水寒。转头招呼运输的车队，让他们按照我的要求给种下3圈过滤能力强的树，最里面1圈是我爱吃的水果，还弄了块湿地，种了净化植物，搭了棚子养家禽兔子。这是我冲动之下做的唯一错误决定。鸡鸭太吵了，不过毛毛很高兴，天天跑鸡圈里玩。半个月后，发电站、树木、生态系统都完工了，空气好多了。毛不凡又来了，我正在煎牛排，他对我家没有钢铁围墙表达了强烈谴责。我左耳进右耳出，最后善意提醒了一句：毛不凡，你多囤点牛肉。都火烧眉毛了，你还想着吃？我看了一眼锅里的牛排，不急不缓地说：比起人肉，丧尸更喜欢吃牛排，有时候1块牛排能保命。你怎么知道？书里看的。他显然不信，我也无所谓，因为附近方圆10里的牛排全被我买光了。几天后，客厅多了个大洞，毛不凡真挖了地道过来。毛毛往生态区跑去，我跟过去，看见1男1女，毛不凡和他妹妹柳如烟。柳如烟正用化学洗手液在我生态区的小河里洗手。哥哥，这里真好啊，外面污染了也不怕。盯着流入河水的洗手液，我的瞳孔竖了起来。你们俩都给我滚出去！毛不凡满脸笑容说道：苏苏，我们2家打通了，你有危险就来我家，我们缺果蔬就来你家，不是很好吗？谁稀罕？哥，我们回去也做生态系统。等他们走了，然后我找了块大石头把洞口堵死了。之前我要是说过喜欢人类，我道歉，有些人类我真不喜欢。这几天毛不凡来过我家敲门，我没见，后来他来的少了。我坐在沙发上玩游戏，看了眼日历，毛不凡预言的日子到了。打开电视，市中心出现人咬人现象，武装部队已出面制止。画面里是民众恐慌抢菜的场面。我关掉电视，看了眼窗外，腥臭的雨带着点血色，我不喜欢。毛不凡又来了，兴奋地说：你看，我真是重生的。看到了。他不知道，普通的他对我而言只是块好吃的肉，重生的他身价翻了几十倍。他不知道我是个丧尸王，这个世界爆发过不止1次丧尸危机，我是第1次危机时诞生的始祖丧尸，贵族里的贵族。你别怕，关好门窗，实在危险我会救你。我点头说好。没多久，丧尸潮来了，附近别墅的住户全变成了行尸走肉。毛不凡家的堡垒确实管用，丧尸攻不进去。我在大院外面画了个圈，恶心的小丧尸不敢靠近。毛毛很聪明，知道外面危险就不出门了。我给他拆了包猫粮，听他吃出猪叫的声音。雨停了，红色的雨污染了水和空气，
新闻呼吁所有人待在家里。我看了眼隔壁，桶装水保质期只有1到3个月，他们之后怎么办？不关我的事。毛毛挠门要出去，看见他蹲在泥地里刨什么东西，一条奄奄一息的边牧。毛毛，我已经有你了，我不想养狗，我不喜欢捡东西回家。好吧。我把狗洗干净，喂了药，狗狗趴在我腿上睡着了，看着它俩，要命！我感觉我需要一个铲屎官了。3个月过去，我靠在沙发上撸猫，狗趴在我脚边，我耳朵好，听见隔壁兄妹说话。哥，水里有虫，处理处理还能喝。你也生虫了，泡面快过期了，你为什么都买的临期产品？当时买得及，我没注意。压缩饼干只有1年保质期，我们好久没吃蔬菜和新鲜肉了，会得败血症的。所以说，傻子，生态最重要。盐快用完了，卫生巾也没有，可乐也没有，我要疯了。不能出去。安静了一会儿，柳如烟说：哥，隔壁苏苏家种了菜，他有好多物资。好家伙，2块好吃的肉盯上我家生态了。当晚我没等来隔壁的动静，倒是等来了一堆路过的人，10几个人，装备齐整，为首的光头一眼就相中了毛不凡家的钢铁堡垒。他们没硬攻，最后有人笑嘻嘻地走到门前，抬手按门铃，门铃在寂静里刺耳地响了好几声。兄弟，开门，外面有丧尸。没人应，那人又喊，声音里带了点恰到好处的焦急。我们有水有药，换口吃的就行，就2个人进去，其他人都在外面等。我听见毛不凡在门后踱步，柳如烟的声音压得很低，但还是逃不过我的耳朵。哥，他们要是硬闯怎么办？我们有枪吗？我靠在窗边，手指有一下没一下地梳着毛毛的毛，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。末世里最坚固的堡垒从来都是从里面攻破的。门开了，准确地说是开了条缝，但那点缝隙就够了。门被猛地撞开，铁门撞在墙上发出沉闷的巨响，10几个人鱼贯而入。毛不凡被一脚踹倒在地，老大环顾一圈，满意地点点头。毛不凡爬起来想冲过去，又被踹倒。老大蹲下来拍拍他的脸，力道不重，但每一下都带着羞辱的意味。兄弟，谢了，你这堡垒我们征用了。毛不凡和柳如烟被推搡着赶出门，柳如烟哭喊着拍门，让我们进去，外面有丧尸。毛不凡拉起柳如烟想跑，但血腥味已经散开了，他嘴角破了皮，那点血的味道在空气里像扔进池塘的石子，一圈一圈荡开。丧尸从灌木丛后面，从隔壁别墅的阴影里摇摇晃晃地涌出来，他们走得不快，但方向很明确。柳如烟的尖叫戛然而止，毛不凡挣扎了几下，很快没了动静。我靠在窗边看完这一幕，撸了撸毛毛的背，他在我怀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对窗外的事毫无兴趣。那队人很满意这个堡垒，鸠占鹊巢住了下来。我听见他们在里面翻箱倒柜，开啤酒瓶，大声笑骂。如果毛不凡要是再重生一次，还会建钢铁堡垒吗？会不会学聪明点，低调隐蔽些？想了想又摇头，反正毛不凡会重生，重生的次数多了，总有一次能活明白吧。凌晨1点，我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味，不是丧尸的腐臭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。进了我画的圈，它很谨慎，进圈就不深入了，贴着边缘走。我打开大门，大聪明突然从我脚边窜出去，速度快得像一道黑白相间的闪电。他扑向那个人，尾巴摇成了螺旋桨。我不高兴了。他叫大聪明，是我的狗。我嗅到他身上有别的东西，不是丧尸的气味，是人类的组织，人类的规矩。他身上藏着针剂和采样管。我笑了笑，进来吧。他叫小俊，住下来之后，他主动承担所有家务，勤快的不像话，擦地、洗碗，给毛毛梳毛，给大聪明洗澡，一刻不闲。我有时候觉得他是在用忙碌填满什么，或者逃避什么。他站在我面前一本正经地问：小姐，我们有蔬菜和盐吗？没有，我不吃蔬菜。那我们吃什么？我打开冰箱，骄傲地展示满满的牛排，那是我提前囤的，占了附近10里所有的货，冷冻柜里码得整整齐齐，像一面牛肉砌的墙。吃牛排，牛排调料里有盐，我几10台冰箱都是冻着牛肉。随后我带他进生态区，1500平的全封闭独立生态系统，河水是从地下抽上来，经过3层植物过滤的，清得能看见底。小俊站在入口处，好一会儿没说话。我指着满地绿油油的猫草，心情不错地说：想吃蔬菜的话，也可以吃这个。他的表情出现了细微的裂痕。猫草，人类应该也能吃的。我在心里点了点头。小俊下午出去了一趟，晚上回来的时候，背包里鼓鼓囊囊的，倒出来一看，发了芽的土豆和红薯，芽已经冒了寸把长，白生生的。发芽了不能吃。不是吃的，可以种下去。好家伙，还会种地。
第二天种进生态区里，翻土、挖坑、覆土、浇水，动作利落得像做过1000遍。我们一狮一猫一狗围着看那些小芽。毛毛蹲在我脚边，尾巴尖轻轻晃。小俊种完地又要出门找物资了，我拿了切好的牛肉块给他。丧尸喜欢吃牛肉，香味能引开它们，省着用。他看着我，点了点头。晚上他风尘仆仆回来，带回一箱食盐，还有一个小东西。音乐盒，送你的。那是一个老式的8音盒，他拧上发条，叮叮咚咚的声音流出来，是一首我听过的曲子，但想不起来叫什么。活了这么久，这东西我认识。我的心灵被奇怪地波动了一下。电视还有个台在准时播新闻，今天的新闻不一样。城市已全线失守，请幸存者前往城西大教堂集合。市委会调派特警送大家去安全区。居然还有人坚持工作。小姐，人类其实很强大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窗外，窗外是红色的天空，黑色的烟柱，远处隐约的爆炸声，但他的语气很平静，像在陈述一个不需要证明的事实。2年过去，牛排快吃完了，冷冻柜一层一层的空下去，我没地方买牛肉了。小俊眼里第一次出现慌乱，那种慌乱藏得很深，但还是被我看见了。生态区还有鸡鸭。他很快恢复平静，回去拿了装备。小姐，我出去一趟。他经常出去，我没多想，但到了半夜12点，他还没回来。我揉着越来越肥的毛毛，皱起眉头。毛毛现在圆滚滚的，趴在我腿上，像一团毛茸茸的暖水袋。你们的铲屎官不见了，要不要出去找找？我抱着毛毛，大聪明在前面嗅味道。街上零星有几只丧尸，我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，他们伏低身体，发出含混的呜咽声。找到小俊的时候，他靠在一面倒塌的矮墙上，胸口阴出一大片暗红色，血还在往外渗。他的背包被扯开了，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，一小袋米，还有几块用油纸包着的牛排。我会点医术，很久很久以前学的，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抗生素，伤口感染就意味着等死，但我的手法没有生疏，冲洗伤口，注射抗生素，缝合，包扎。大聪明蹲在旁边，喉咙里发出细细的呜咽声。1天1夜后他才醒，然后慌乱地检查自己的身体，翻来覆去地看手指甲。我看出他在想什么，声音不自觉冷了下来。丧尸不敢伤害你，你在我这住久了，你的伤是人为的，我没把你变成丧尸，是用科学方法救回来的。他愣了一下。小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他的声音有些急，像是怕我误会什么，但我没有接话，我不想听解释。他背包里的牛排被我放进了冰箱，关上冰箱门的时候，我瞥了一眼冷冻柜里仅剩的那几块肉，第一次对牛排没有食欲。我懒洋洋地玩 Switch， 小俊在厨房里忙活了一阵。小姐，牛排煎好了。这时，砰，灯全灭了，我俩在黑暗里面面相觑。他很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我去看看，我会修。他里外忙活，打着手电筒检查线路，爬到屋顶上接风力发电的线。大聪明跟在他脚边转来转去，帮不上忙，但很认真。他里外忙活，接上风力发电后，家里才重新亮起来。他擦着汗说：小姐，燃油没了。晚点我去找。小俊沉默了几秒。小姐，燃油撑不了太久，风力不稳定，万一连续无风，冰箱里的牛排会坏。我歪头看他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燃油，或者重新规划用电。还有，猫粮也只够3个月了，大聪明的狗粮上个月就断了，一直跟着我们吃牛排。毛毛适时地发出了一声猪叫，浑然不知自己即将断粮。我看着他那张圆到变形的脸，陷入沉思。那就少吃点。小俊的表情告诉我，他觉得这个方案不太行，但我已经重新拿起 Switch， 用行动表明这个话题暂时结束了。说实话，我不是不想解决，我就是不想动。活了几百年，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能躺着解决的事绝对不坐着。小俊显然不理解这种高阶智慧，他叹了口气，默默起身去看生态区的土豆长势。其实我完全可以出去横扫千军，召集一票丧尸小弟给我搬物资，但说实话，那太累了。当丧尸王听起来威风，实际操作起来就是个全年无休的苦差事。满世界的丧尸嗷嗷待哺，一个个脑子都没有，连句完整的话都不会说。我要是真去管他们，不出3天我就想把这王位禅让出去。不干，谁爱干谁干。我叫住小俊。那个音乐盒还能响吗？他停下来，从架子上拿下来，拧了几下发条，叮叮咚咚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响起来，音不太准了，但调子还在。大聪明歪着脑袋听了一会儿，发出呜呜呜的声音，分不清是欣赏还是抗议。外面是丧尸横行的末日，屋里是一个走调的音乐盒，一条歪头的傻狗，
一只胖成猪的猫，还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人类的丧尸王。我觉得还行。小俊，明天我去找燃油。他愣了一下，他没再问了。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。第二天我还是没去，因为下雨了，红色的雨又来了，打在窗户上发出黏腻的声响。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，决定等雨停再说。雨下了5天，第5天晚上，冰箱开始发出不祥的嗡嗡声，灯光也跟着忽明忽暗。小俊从储藏室翻出几根蜡烛，是我当初囤货时顺手买的香薰蜡烛，蜜桃味的。于是我们俩就着蜜桃味的烛光，吃掉最后一块煎牛排。不是最后一块，冰箱门没关严的时候坏了一块。小俊说味道不对，不能吃，我坚持要留着。第6天，雨停了，风也停了，风力发电机像个沉默的傻子杵在院子里，叶片一动不动。小俊说这叫高压控制下的劲风天气，至少还要持续2天。我说这个词很好听，但并不能让冰箱重新工作。我决定动身了。街上的丧尸比2年前少了很多，一部分被武装力量清理了，一部分被其他丧尸吃了，还有一部分就单纯是站太久风化成渣了。剩下的零星几个看见我就自动让开一条路，有个走得慢的被我瞪了一眼，当场腿软跪那儿了。我就不爱干王位的活，你瞅瞅，就这冰。我沿着主干道走了2个小时，在一家废弃加油站的储油罐里找到了一些残余燃油，够用一段时间了。隔壁的自动贩卖机里滚出2包过期的膨化食品，我捡起来放兜里，算是意外收获。回去的路上经过毛不凡家，堡垒还在，围墙上的电网早就没电了，铁门虚掩着，里面安安静静。我站了一会儿，不是感慨就是腿酸。回到家，小俊已经把发电机接上油，冰箱重新嗡嗡地转起来。我从冰箱里摸出最后一盒冷藏的牛排，放在料理台上看了很久。这盒不吃了，那吃什么？我从兜里掏出那个青柠檬和2包过期的膨化食品。又3年过去，这3年里，小俊偶尔会出去，每次回来都带回些东西：盐、种子、药品、几本书。我从不问他去了哪里，他也从不解释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丧尸病毒毒性越来越低，几乎全部消失。土壤自己分解了丧尸毒素，变成了肥料；树叶吸收毒素转换成氧气。地球在自我修复，比人类快得多，也比人类有耐心得多。